调查官同志，叫我们过来是有调查结果了吗？那还卖什么关子呀？让我猜猜，凶手就在我们中间，是吗？嫌疑人的确锁定了，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各位配合验证，请大家耐心。首先，凶手是如何进入8楼办公室的？魏师傅，昨晚跟吴东吉的电话里，你说听到一个滴滴声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有，声不大，您不提我都没想起来。电话背景里头好像听到了2声滴滴。当时你听见的？我的 LV 限量款，是不是这个声音？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我的大宝贝儿啊！造成的损失，我个人会双倍赔偿给你们，包括你们为配合办案耽误的工时。真的吗？调查官可真是个好人啊！太好了，帮了大忙了，谢谢。周小姐离开的电梯记录是8点30分，凶手拿着吴东吉的眼球上楼是在9点03分，而魏师傅在电话里听见电梯警报声是在昨晚8点35分左右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是你之前说的第3种可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第3种可能啊？我之前说过，关于凶手上楼的方法，一共有3种可能。第一种是吴东吉本人带凶手上楼，那没有电梯权限也可以实施犯罪，凶手就有可能是3人之外的人。但是根据周秘书的证词，8点30分时，吴东吉尚在办公室内，那8点30到9点03分之间，吴东吉又是如何下楼，并且没有留下记录的呢？第二种可能是凶手用吴东吉的眼球上楼，但同样的矛盾，吴东吉的眼球又是如何出现在楼下凶手的手中呢？前2种假设都有矛盾，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凶手其实本来就在办公室里，9点03分的上楼记录是凶手为迷惑视听，杀人后才特意伪造的。钱队，曾科长，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我还是没听明白。这个手段的关键在于，电梯记录的是按键刷虹膜的时间，而不是电梯实际到达的时间，而这2个时间并不等同。如果在8点30分刷虹膜按下电梯，然后用手提包一类的物品阻止电梯关门下行，这部电梯并不会自动取消下行命令，只会不断地开关门，等到障碍消除再延迟执行。电梯上的下行记录虽然是8点30，但实际上凶手却可以于8点35到9点03分之间杀人之后拿着死者的眼睛下楼，然后于9点03分再上来。而8点半的电梯记录只有1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你是说周小姐？但是不可能啊！我明明8点33在楼下碰见周小姐，我们从8点33一起待到将近10点，她不可能同时在楼上杀，时间矛盾啊！没错，你遇见的的确是周小姐，但楼上的也是周小姐。周小姐，麻烦你回答一个问题，请先摘下眼镜。请问，工牌上的工号数字是多少？我看不清。当然看不清，周小姐是高度近视，对吧？根据周小姐手中镜片的厚度，应该是至少600度的高度近视。然而金哲向周小姐道歉时，没有戴眼镜的周小姐却能清楚辨认工牌上的姓名和工号。我当时戴了隐形，没有人规定不可以同时戴隐形和平光镜，这不能证明什么。很好，不错的理由。那么再问一个问题，可以请你用左眼解锁电梯吗？我没有录左眼虹膜，只录了右眼。是吗？那为什么魏师傅录的却是双眼呢？你看，我老婆也手下留情了，还特意留了一只眼给我开锁用。当时换虹膜锁不是特意要求都录双眼的吗？
是周秘书安排录入的呀？没错没错，我的也是双眼。周秘书说自己只录了一只眼睛，的确有些奇怪，但这和不在场证明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听说过盲人分袜子的故事吗？2个盲人各买了1双黑色和1双白色，一共4双袜子。但2人突然摔了一跤，4双袜子混在了一起。请问要如何区分，使每人可以得到1双黑袜子和1双白袜子？啊，这题我会，以前啊在脑筋急转弯书上见过。只要把每双袜子拆开，1人1只，最后每人就能得到1双黑1双白啦。没错，1人1只，拆开再重组，仍然是一对。视网膜锁也是一样。意思是，周小姐同样录入了双眼虹膜，只不过左眼录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可是，虽然虹膜锁可以录入双人，但如果2人相貌不同，人前使用仍会穿帮。除非周明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2个一模一样的人。近视的前后矛盾，无法用左眼解锁电梯，8点30到9点30同时出现在8楼和楼下，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周明生是出于某种原因轮流共用一个身份的双胞胎。